每天不到11点，位于汕头乌桥的3元饭堂门口都会排起长队。或者人係富，人係條巨呢，無對嗱，人係保護到，你迄個叫做保護到。每天都會有肉啊。有人個愛去山海當명我명錢誒。小小的店里，萧毅和义工们正在灶台忙碌。这是一间特殊的饭堂，没有固定的厨师，也没有固定的菜式，却是附近一些老人每天固定的去处。虽叫3元饭堂，但分文不收。有一次，我们朋友之间递烟嘛，烟比较贵，3块钱一根。那我说，其实你抽1根，我抽1根，6块钱就可以做一个饭盒，帮助别人。作为3元饭堂的发起人，萧毅是在做公益的时候产生了开办免费饭堂的冲动。有一年过年去老人家里送米跟送油嘛，有位眼睛看不见的老奶奶，桌上的那个饭已经发霉了，但她看不到，她还在吃了。那我觉得说给他们米跟油，还不如就每天在我们方便的情况下给他们煮个饭送过去。从2016年开始，3元饭堂每天为附近生活困难的孤寡老人、残疾人等提供免费的午饭和晚饭。9年来，送出爱心饭盒几十万份。免费午餐在这里成为现实，不方便来拿饭的义工陈丽英也会送上门去。唔啱咪，咪走下，咪走下。即係，多人係有人，人係無人，伊做就嘅啊，做就做話，點知上晚啲拉伊拉冇去，睇到感觸嘅，即係即係就冇咩嘅，咪平時都有直落嘅，能冇得打生打潮，係好似係就驚天啊，點呢十俾嚟就我知住個，食落好即係。攞粒盡量熟。呢個我會呢，直咩執沙，直咩真係執開。从最初一天提供20-30份盒饭，到如今每天200-300份，有时1个月的食材费便将近7万。为了降低成本，萧毅往往会选择凌晨到批发市场采购。45，其實10斤幾好啊？大家點？我選卡啦。青零幾隻隻？俾我咯。冇那有咩解就食咩解啦，要煲就咱再來煲嘛。解過就挑改善瓜子生活嘛，咱家兼職先生冇就馬的當潮做就改善生活啦。死鮑魚才會硬，新鮮的鮑魚不會硬的。很多老人，你像蛋糕啊、鮑魚這些，他沒吃過嘛。本身這個東西又不貴嘛，你讓他們試一下。食物的意義不就是讓每個人都嘗一口嘛？我們過年煮盆菜是有龍蝦的，但是我們給不了很多，每個人吃1口。在想辦法讓老人們吃飽吃好這件事上，蕭毅樂此不疲。輪班嘛，所以我負責下半夜嘛，廚師他們負責等一下煮飯嘛。反正這個事情你開心你就去做嘛。喝酒它也是一種快樂，旅遊也是一種快樂，對吧？你可能你幫助別人，人家跟你說謝謝，真的也是一種快樂嘛。只是大家得到快樂的方式不一樣嘛。除了工作，蕭毅大部分時間都貢獻給了3元飯堂。好在這些年他從未孤軍奮戰，現在飯堂有了5個常駐義工。曾經來領取盒飯的劉姨便是其中之一。每天早上7點，78歲的他總是第一個到達。我出了冇意思，我就嚟下我哋冇嚟嘅你少水，我嚟少水。而家我是唔敢叫咯啊，我嗱妹我家己嚟嘅你少水，我就讓佢做起嚟。你所以我媽都窮對你，你推人直接等我知道，搞到冇事就。我嗱時間你夠不夠？再給你一個。你的水果你自己有拿嗎？許多人會稱呼蕭毅為蕭總，把他當成領隊，但在他看來，3元飯堂堅持這麼多年，有賴於一個個義工默默的付出。
丁峰是饭堂掌勺的主力，无论什么食材都能轻松驾驭。中秋的硬菜鲍鱼焖猪肉，搭配新鲜蔬菜，色香味俱全。备菜、煮饭、打包，义工们持续接力的身影，在这窄窄的通道里流转。好，这些物资就留给老人，物资留给老人啊。别拍我呀！拍他们，拍他们。今年默默坚守9年的3元饭堂，在网络上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，每天送物资的人多了起来。让人意外的是，曾经在这里领饭的老人，在赚到钱后也会买食材送过来。人心肉长的嘛，你对他好，他真的会对你好了。像那个白头发那个大叔哈，他虽然没有经济收入啊，他没有其他能力啊，但他路上看到纸皮啊、塑料罐，他捡过来给老姨卖啊。大家在自己能力范围内能去做一些帮忙别人的事情啊。中秋佳节，乌桥岛一直有拜月娘、赏月的传统。萧毅和义工团队把老人们聚在一起，热热闹闹过个节。哎，可以吃，可以吃，你们自己拿哈。对许多空巢老人和在异乡讨生活的人来说，3元饭堂提供给他们的不仅仅是果腹之物，更是一种胜似亲人的温暖。来吧，这个肉的。哎呀，照顾到位就行。好，哎，你们这吃好我就开心了啊。30年来这地方，今年太开心了，鸡肉、鸭肉、海鲜太丰富了。我们家人都想不到，你们都能想到了。古往今来，圆满从非天赐，而是源自有心人点滴的积攒与经营。正如碳水对于生命，最珍贵的不是锦上添花，而是雪中送炭。快乐！制作碳水，老广天赋异禀，搓圆捏扁，成粉变饭，出尽百宝，无惧烦难。广东连续1个多月的雨水，让种植户都十分焦急。趁着连日天气晴朗，汕头濠江礼前社区的陈增灿和村民们赶紧种下最后一批冬青薯。这个们是喺当家做，能做班行名是叫做德奥。这番德奥是做喺广上性命，但是都算啲苦，主要是做到喺当家做伊。家己整啲嘅，然後就是哦，親戚朋友啊，點解傾人哋，然後佢就整。雖然啲嘛，冇人整啊，大家。只要少一齊冇人整，到時等我往嚟整就開始另外整啊。地处南海之滨的礼前村是一处有着500年历史的古村落，种植冬青薯近100年。低山丘陵冲击平原，独特的环境气候和沙质土壤为村民种植冬青薯提供了天然条件。不过，由于效益不高，以前农户们基本上都只是小面积种植，以供自家用。2019年，礼前村成立礼前种养专业合作社，开始规模化种植冬青薯。陈增灿看好冬青薯的前景，2020年大学毕业后回到濠江，成为合作社里最年轻的一员。不会的就跟村民学，一边搞种植，一边拍短视频做电商。陈增灿让冬青薯名声在外，效益上去了，村民们尝到了甜头。在合作社的带动下，礼前的冬青薯种植从原来20-30亩到如今将近200亩。经过漫长的等待，
冬至过后，东京黍终于迎来了收成的季节。清明摘后整，然后当做鬼后整，是不是？做应该煮比人久差不多快1个月头头吧。你看唔对人要食个钱啊，当做熬就是做应该。这2年合作社虽然扩大了种植规模，但看天吃饭，东京黍的收成并不理想。食饭就是咱无算就农产经，今年雨水比较低，咱雨水再低，该煮的产量就偏低。今年年头的水若是了低，就是惊那个煮爱无蜜粉。收成全靠人工，埋在地里的东京黍盘根错杂，挖的时候要把握好角度和力度，才不会把东京黍砍断。新鲜出土的东京黍，根部结实，像个纺锤，个头大小不一，像冬笋的瘦身版。东京黍的东京2字，传说与福建东山岛周边海域旧时叫东京有关。这种快茎植物学名叫竹芋，又称竹根黍、冬粉黍，原产于南美洲，至今有7000多年的栽培历史。自清代开始，从西印度群岛传入中国。洗净后的东京黍皮浅黄，肉雪白，带着丝丝纤维，淀粉含量高。蒸熟后香香糯糯，吃了顶饿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就是普通人家填饱肚子的神器。东京黍有降火的功效，可以用来煲汤。挑选纤维少一点的东京黍，切厚片与猪骨同煮，会煲出淡淡的玉米香，清热润肺。不过在潮汕，东京丸才是东京黍最常见的归宿。收回来的东京黍一般选个头大的来制作，轻轻剥去外皮，洗净，再用特制的磨钵将黍块磨成沫，这是本地村民多年保留下来的传统制作工艺。在错落有致的齿纹摩擦下，淀粉展露出颜。磨好的黍泥还得放在纱网兜里，一边冲水，一边反复揉搓，直到将东京黍里的淀粉充分清洗出来。想要获得纯度上乘的黍粉，合作社有着严苛的标准，光是沉淀就要重复3次以上。经过多次换水、静置、沉淀，直至上层的水接近透明，便可以倒水取粉了。刮去表层带色的粉末，如白雪般的淀粉块呼之欲出。然而，整个制作工序才完成了一半。碾碎的粉块还得用特制的网筛筛出颗粒均匀的细粉。以前在里前村，几乎家家户户会做东京丸，但这一道道繁复的工序让人望而却步。如今，只有村里的老人能熟练掌握整套制作技艺。制丸的环节，本地人称之为摇丸，这是个需要臂力和默契配合的工序。微湿的黍粉装进布袋，2人抓住布袋两端，配合摇晃，粉末在布袋里历经300次以上的撞击，形成小丸子。有经验的老师傅可以凭借摇晃的声音来判断丸子是否结实。听到那小小的就好，要不就大点。最后一步交给冬日的阳光，经过3到7天的日晒，多余的水分充分蒸发，注入太阳的能量，晒干晒透后的东京丸可以存放几十年。
历经7道繁复而细致的工序，一个个东京薯摇身一变，成为一粒粒可爱的小丸子。100斤的东京薯才能制成15斤东京丸，足以看出珍贵。在陈增灿的记忆里，小时候的甜蜜味道总离不开东京丸。煮东京丸讲究技巧，水煮到将开未开之时，一边搅拌一边下锅，以防粘连。传统中山人对东京饮啊，饮拢是变化。做时做菜，咩习俗就要食留意。另外个就是咱无拍烧啊，也是家烧啊，大人就咱来食凉。搅拌间，白色东京丸如稀米般变得晶莹剔透，与姜薯搭配是最经典的潮式糖水的做法。煮透的东京丸口感软糯清甜。逢年过节，家人围坐，一碗东京丸汤，寓意团团圆圆，生活甜蜜。从果腹之物到制作精细的糖水，虽不是什么高档佳肴，但时至今日，东京丸依旧是潮汕人记忆中那一份沁人心脾的甜，更是无法割舍的家乡味。农历10月，广东大部分地区的晚稻迎来收成，沉甸甸的稻穗香气扑鼻。农户们趁着晴天开镰收稻，来回穿梭的收割机在金黄的稻田里奏响丰收交响曲。一大早，朱永飞便在自家的10亩稻田里忙碌开了。伴随着轰隆隆的机器声，金灿灿的稻谷堆成小山。因为经营着远近闻名的簸箕吹店，大米消耗量大，朱永飞家算是这一带的种植大户。每年的晚稻从种植到收成，朱永飞都要自己把关。经过3、4天的晾晒后，入库存放，这批稻谷将是他们家未来大半年的收入来源。凌晨3点，丈夫尹庆松开始了一天的劳作。chuẩn bị sấy mà đi ra cái đó chắc chắn đúng sang xì cái nào mình sẽ ăn cái này châu lục châu nhật thì tôi đi đó。每日新鲜供应的簸箕吹，原料只是简单的大米和水，制作却十分繁琐，有1磨2吹3淋油的说法。把提前3小时泡好的25斤大米磨成米浆，刚好是1蒸箱的用量。传统簸箕吹是石磨米浆，现在多数改用电磨。不过一样讲究浆液均匀，这样蒸出来的簸箕吹口感才会更好。以前我哋用嗰啲大鑊，切咗係32個噶嘛，依家係50個嘛。蒸屉热好，尹庆松快速拉出一个个簸箕，淋上一层薄薄的米浆，完全蒸熟后再淋上一层。这套动作每一盘都要重复5次。我哋擺多一層就要多10幾分鐘啊嘛，消耗時間、人工咋，即唔夠咁長，啲口感唔同啦，多長數就油煙，嗰啲彈性比較好啲啦。做咗廿幾年、30年啦，我係苦大人啊。天微亮，女儿尹婷也起床来帮忙。虽然从小耳濡目染，但操作起来，父亲依然要求严格。慢啲咧，冇出嘅。踩入幾多鹽，字啲喎，好多脆嘅喎。哦。放埋啲浸面咧。一少少少。好啊。因為以前叫佢翻嚟。唉，我做嘢，而家要我做鬼女，最討厭。依家我翻嚟啦。細個時候整冇識整，
就會真的會爆屁爆裂。在我媽嘅面前係可以先過奸嘅，但係在我爸嘅面前仲差少少水平。係，年輕咧可以講。层层蒸透的米浆將簸箕叠满，蒸透后马上要出锅晾凉，才能保持柔软又不失弹性的口感。在粤西地区，传统米制小吃被称为禾，因为采用竹篾编制的簸箕为盛具，簸箕炊在当地也叫盖禾。簸箕损耗快，现在有些店已经用不锈钢盘替代，但依然有人钟情于用簸箕制作的老味道。吃的时候切成菱形小块，撒上芝麻、香油。而秘制的蒜丝水是点睛之笔。刚做出来的簸箕炊，入口层层叠叠，细腻软滑又富有弹性。喜欢吃辣的，还可以加上自家制的辣椒酱，让簸箕炊在口中上演风味三重奏。早上7点，第一批做好的簸箕炊准时到店。老闆幫我打包啫。好，我女來，就嗰週每次來都係買一個鳥糊，一個對佢哋食。做農時候就炊俾我老豆賣，到我一結婚回去咁嘅，我老公同埋我啲仔女就炊俾我賣。你幾多個靚仔？一個嘛。朱永飞家的簸箕炊，从父辈挑担子、走街串巷，到如今有了固定店铺，历经50多年，也收获了一班从小吃到大的食客。同其他嘅冇用，嗰隻比較滑口，比較爽喺度，比較好嘅。我外公之前同我媽講，你堅持做好呢樣嗰一日嘅話，你以後都會做得好好嘅。我媽真係做到嘅。食客的肯定，也讓尹婷今年下定決心留在家裏幫忙。我要似我媽嗰個樣子，慢慢堅持做一樣事，就以後佢哋又會嚟揾我。問題我會嚟揾你食一日咧。除了簸箕炊，本地人鍾情於各種類型的禾。如今尹婷已經成為家裏做禾的能手。壽桃禾是用糯米粉製作的另一種小吃。一般過年就會做喜事啊，都會有呢個鴨。南方會以呢個壽桃鴨放蛋裏面去做一個拼禮嘅。加入花生油揉製的粉團，軟糯雪白，包入炒熟的脫皮綠豆、椰絲、花生、芝麻等餡料，印上模具，皮兒薄餡兒足。蒸熟出鍋的壽桃禾，外皮軟糯香甜，粘性十足。綠豆綿軟，花生香脆，口感豐富，回味無窮。農忙時節，各種禾是粵西人一天消耗下來的最強補給，給質樸無華的稻米粗糧增添豐饒的滋味，是在食物中寄託的生活期許。把平淡變得美好，只需要精耕細作。